就讲完了，把他扔去西坡瘟疫村，给病死的贵人冲洗祭天，换2袋杂粮回来，救全村的命。我看行，她一个外来的罪臣之女，命贱得很，配个死人正好。换我可不去，粮铺张少东家已经托人来说亲了，以后我天天吃白面馒头，哪用遭这个罪？哭没用，求饶更没用。在这吃人的荒年里，眼泪换不来粮食，更换不来活路，只有自己能救自己。西坡临着山涧葱基带，土层深厚，隔水层浅，地下必有稳定悍匪城，是这整片荒地里唯一能挖出水源、开垦良田的地方。留在李家村，早晚也是饿死的下场。不用送，我自己去。粮留给村里的老人和孩子。装什么硬气？我看他是吓傻了，反正都是死，不如装得大方点儿，博个好名声。等进了瘟疫村，哭都来不及。别人眼里的死地，在我眼里是唯一的活路。第一步，找点边打水井，解决水源；第二步，开垦荒地，种速生作物，稳住口粮；第三步，盘活村落基建，发展父母产业，一步步把这片荒地变成良田。这边地势低洼，处在水脉的正上方，适合打主井；那边土层深厚，向阳背风，适合开垦成菜地。坡度平缓，可以修引水渠，把山际水引下来，存进蓄水池。村中庸的空场地地势平整，以后可以建工坊、晒谷场。高烧不退，腿部外伤感染，引发炎症，长期营养不良脱水，确实濒死，但还没到完全救不回来的地步。丁，检测到宿主抵达指定荒村，绑定目标人物成功，荒村基建振兴系统正式激活，新手礼包已发放，深井开凿技术包、抗旱速生蔬菜种子、瘟疫防治基础药方。主线任务：救治目标人物，修复村民度过荒年。任务完成可获得丰厚奖励，解锁更多基建技术。金手指到账了。有系统加持，再加上我的专业能力，活下去不难，把这片荒地盘活也不难。滚！不必白费力气。我不滚，我能治好你的腿，也能让这片荒地长出吃不完的粮食。疯话罢了。日子会好起来的，都会好起来的。教你硬土层，难怪出不动。硬砸只会震塌坑壁，得先泡软，再一点点凿。出不动还不肯停，少量多次，让水自己渗进去。有裂纹了，再撬一寸就能过去。湿土出来了，井下真的有水。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姑娘，在这瘟疫横行的荒村，能保住自己的命就不错了。那里地势最低洼，正处在山涧基基带上。地下10米就是体层城，不能偏，坑壁也不能塌。别挖了，这荒村不会有水。挖到最后才知道，来了，有水了，真的有水了。水声。小环，听见了吗？西坡有水。丁，深井开凿完成，可覆盖耕地50亩，请宿主继续完成后续任务。真挖出来了。醒了正好，粥温着，先喝2口。粥水无用，徒费功夫。你现在不是缺大道理，是缺一口能咽下去的热饭。先喝，你要继续嫌弃，也得有力气嫌弃。想活下去就得吃饭。你的腿要治，身体先得养回来。身体垮了，什么都白搭。等你好点了，还得帮我管账、管人，总不能让我一个姑娘家又干活又操心吧？能吃下去就好。多谢。
不客气，好好养着，以后干活的地方多着呢。半个月了，真长出来了。水稳住了，菜就会长。我从前见过宫里的花房，四季都有奇花异草，可从没觉得哪一株像这些菜苗一样让人安心。因为宫里的花是给人看的，这些菜是给人活命的。别站着了，过来帮忙。这里还有第3个人吗？坏叶子摘掉，嫩柿留下，别用太大力。我已经不是东宫太子，那就从今天开始学着当西坡的管事，你负责养腿，我负责养地。等你腿好了，这片地还有很多事要你管。你就这么确定我会留下？你若真想死，半个月前就不会喝下那碗粥。你们看见没？别挤我，我看看，他真还活着。鬼啊！千万别鬼！我没死，也没变鬼。回去告诉村里，想换青菜的，明天带粗粮来。1斤粗粮换2斤青菜，老人孩子优先。他们把你推来送死，你还要给他们菜？我不是给他们白吃，换粮，换人手，换西坡以后能真正运转起来。你救的不是一个人，我想救的是一片地。他真没死，西坡真有水。那可是瘟疫村啊，怎么可能种出青菜？你们动动脑子，西坡那地方死了多少人？他种出来的菜能干净吗？可他们说亲眼看见青菜了，亲眼看见又怎么样？那菜肯定是瘟疫水浇出来的。江晚自己活不了，就想拉全村人垫背。万一真染上病怎么办？孩子饿是饿，可也不能拿命赌啊！谁敢吃他的菜，谁家倒霉。我去处理。你现在腿还没好，处理什么？你用身份压他们，只会让他们更怕西坡。谣言这种东西靠解释没用，要当场拆。明天上午让全村来西坡村口，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吃给他们看。你想怎么做？敢说有毒的人，也得当着所有人的面吃一口。好，明日我陪你。当然要你陪，你可是活招牌。明天真要去西坡看？去是想去，可万一真不干净呢？他明天敢吃，我倒要看他怎么收场。江晚明日出丑，全村都能看见。江晚呢？不是说要当众证明吗？怎么还不出来？我看他是心虚了吧。昨天有人说我这菜是瘟疫水浇出来的，大家都是这么说，又不是我一个人说。我天天吃，我天天喝。西坡用的是深井活水，院子每日用艾草消毒，病源早就清干净了。若这菜有毒，第一个倒下的该是我。你也吃一片，给大家做个证。菜无毒，水也干净。若有人再传谣，就是断灾年百姓的活路。我家前几天就换过菜了，我孩子吃了3日，脸色都好了，哪里有病？我也吃了，没事儿。江姑娘给的菜比县城药铺的药还救命。我家也吃过，真没事。王秀莲，昨天你说的最大声，现在你当着大家的面吃一口。我凭什么吃？你说它有毒，你若不敢吃，就是承认自己造谣。荒年造谣，害的是人命。王秀莲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我家孩子差点因为你不敢来换菜。道歉。对不起，是我猜的。我愿意拿菜出来换粮，不是因为我欠谁的，是因为荒年里大家若还互相害，只会一起死。西坡有水有菜，也能有粮，但前提是守规矩，干实事。江姑娘，我们信你。老人孩子优先，每户按粮换菜，多余粗粮登记入库。你早就想好，不只是证明青菜。人来了，心稳了，下一步才推得动。下一步是什么？修渠，开梯田。西坡背靠山涧，地下水足，只靠这一口井不够，我们要修主渠，把山涧水引下来，把坡地改成梯田。修渠，这得多少人啊？祖祖辈辈都没这么干过，能成吗？能成。愿意跟着干的，每日2顿饭，青菜杂粮管饱。管饱，我干，我第一个干，我也干，在家饿着也是等死。安静。修渠分3组。青壮男子负责花土砌渠，妇人负责运食备料、烧水煮饭，老人负责看管工具、整理物料。偷懒耍滑者扣工，闹事抢粮者逐出西坡，永不录用。萧管事安排的不错，不是我要，是我们要。你真的能让这片地活过来？光靠我一个人当然不能，还要靠大家一起。好。这里再低半尺。江姑娘，差这半尺也要改？差半尺，水就会淤在这里。
现在省力，将来费10倍力。听江姑娘的，往下挖。王秀莲，今日少记半过。我就是歇口气。别人也累，为什么不歇歇？谁是江晚？给本掌柜出来！是县城粮铺的张万才。这破地方，还真让你们折腾出点名堂来。我就是江晚。我还当是什么人物，原来就是个黄毛丫头。这片地、这条渠，还有你以后要开的工坊，我要了10两银子。以后你继续给我干活，每月给你2斤粗粮。不卖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一个罪臣之女，私自占地开荒，我没报官抓你，是给你脸。第一，荒地开垦以报备理政；第二，水渠是西坡村民合力修的；第三，10两银子小买一村人的活路，你不配。好，嘴硬是吧？往后你的菜、你的粮都别想进县城，除非你跪下来求我，把地和渠交出来。让他跪，你也配？你又是谁？你还不配问？你们给我等着！江姑娘，她在县城势力不小，要是真堵咱们销路，你之前说灵州府有可靠的人，有，只要货好，不愁卖。路不止县城一条，先把渠修通，剩下的我和萧琛想办法开闸。水来了！活了，地活了！离家村有救了！当初是我老糊涂，把你推去死路，如今你却给全村修出活路，我李万山对不住你。族长，别怪我，水渠是大家一起修的，活路也是大家一起挣出来的。从今往后，西坡的规矩我们都听你的。那就好好种地，等红薯种起来，下一步建粉条坊。张万刚会后悔今日来这一趟，他会眼睁睁看着自己堵不住西坡的路。这么大的红薯，我活了大半辈子都没见过。要是早知道跟着江晚干能活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。红薯能填肚子，但直接卖不值钱，也放不久，做成粉条就可以了呀。江姑娘，咱们真能开粉条坊？能。红薯你们种出来了，后面的工艺我来教。红薯要洗净，坏的挑出去；磨浆要细，沉淀要稳，漏粉时火候不能乱。江姑娘，我手笨，万一做坏了怎么办？刚开始谁都会错，错了就记下来，下次改。每一道工序设负责人，谁负责哪一步，木牌上写清楚，出了问题查得到，也改得快。哟，萧管事是越来越熟练了哦。你教得好。筋道，久煮不烂。你总能把没人要的东西变成宝。先别夸，真正的难题是怎么卖出去。粉条做出来只是第一步。江姑娘，货是好了，可县城不收怎么办？谁敢收西坡粉条，以后别想从我张家粮铺进货。江姑娘，不是我不想收，是县城那边真不方便。江姑娘，我都他堵县城，没人收，我们就卖府城。府城那么远，人家能看上咱们？货好就能。啊，这粉条谁做的？西坡做的。姑娘，这粉条筋道透亮，没有涩味，比府城好几家老库都强。我们能稳定供货，品质统一，账目清楚。若王老板愿意合作，第一批可以先试卖。试卖？不用试了，这一批我全要，价格比县城高2成。若后续品质不掉，我长期收。荒年里，我竟还能挣到钱，这是你们靠双手挣来的。他怎么可能搭上府城的线？江晚，我想进粉条坊干活。他以前骂江姑娘最狠，还有脸来？我知道我以前不是东西，我嫉妒你，嘴碎，造谣害你。可以啊，规矩一样，按时上工，按量计酬。我做得到。从洗红薯开始。谢谢你，江晚，真的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靠自己双手吃饭，比靠别人脸色强。粉条能卖出去，下一步就该修路、建粮仓、办义学了。我陪你。这回不是随口说说。从你给我第一碗粥开始，就不是随口说说。
江婉姑娘，是我们错了。江婉姑娘，是我们错了。我们当初不该看不起你，我们不该怕苦，不该不跟着修渠。江姑娘，我这张老脸不值钱，可孩子们快饿坏了，求你给他们一条活路。想进西坡可以，但西坡不养闲人，也不白给粮。能挖渠的挖渠，能种地的种地，能进坊的进坊。江姑娘，孩子太小，干不了活儿。老人孩子先领救济粥，家里大人补工。按户登记，先老幼后劳力，不得抢，不得闹。去县衙就说西坡聚众藏粮，蛊惑灾民。这事儿闹大，可不是县衙能压的。那就让钦差来看看江婉到底救人还是造反。备马去西坡。是。谁是江婉？民妇江婉，见过钦差大人。有人密报西坡私聚灾民囤粮获众，这些粮从何而来？这些人又为何聚在此处？大人，灾年最怕有人聚人生乱，小民也是担心县里安危呀。粮从账上来，大人若要查，西坡所有账册都在这。这是粮账，每日都有记录。张掌柜，密报里为何没有这些账？大人，小民也是怕灾民闹事，这些账谁知道是不是临时做出来的？大人，我们不是被蛊惑来的，是快饿死了才来求活路。我今天领了1碗粥，已经补了半日工，木牌上有记。西坡没有乱，江姑娘救人也让人干活，不让人白吃。密报与实情不符，张万才，先留下，把话说清楚。大人，这些账也可能是他临时做出来糊弄您的。账册可以作假，人心也可以蛊惑。灾年聚人聚粮，若生乱，谁担得起？大人是来虚查灾情，还是来先定罪名？大胆！封公坊，把江婉带走！我看谁敢！太子殿下，小公子是太子。周明，谁派你来的？臣奉旨巡查。想清楚再说。是李丞相。若本宫还活着，便回京禀报，是吗？臣不敢，臣再也不敢。西坡的地有文书，公房有账册，粮食有去处，谁敢借灾情名构陷百姓，本宫亲自问罪。小民也是被误导，小民不知道您在西坡啊。带下去查他粮铺账目，若有囤粮抬价，一并办。这就滚，这就滚！草民叩见太子殿下。都起来！西坡不靠贵人活，也不靠贵本宫活。都起来！工坊还要做，粥也还要发。今日之事到此为止。西坡救灾，开荒作坊，皆按规矩继续。谁再借官名扰乱西坡，本宫不会轻饶。殿下放心，江姑娘放心。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？不是想瞒你，是没想好怎么说。我是东宫太子萧桓，这全是李僧的局。所以，只要你还活着，李僧就不会放过西坡。他不会放过我，也不会放过能让我重新站起来的人。那就别等他出手，我们先把路铺好，把人稳住。这封信送去京城，李松感动西坡，我就让他知道我还活着。他还活着，就让西坡先死。萧桓能活一次，不能再让他活第二次。今晚加2队暗哨，村口、粉条坊、小院都不能空。李松会派人来。会。李松最怕我带着证据回京。进屋，叩门。我在屋里，你别硬撑腿。拿下，留活口。谁派你们来的？人都按住了，我出来看证据。袖口暗纹，京城红泥，相府暗卫。你不说，我们也能查。可李松派你来，就没打算让你活着回去。说出来你是人证，不说你就是弃子。是李丞相，他怕殿下回京翻案，命我们来灭口。相爷说，殿下不能活着回京。押下去，严加看务，活口要留。你有没有受伤？腿疼不疼？我没事，只是腿使力久了有些酸。坐下，我给你看。婉婉，我该回京了。好，
我守西坡，你活着回来。我一定回来。天亮前处出发，人证分2车，物证随我，走小路。路上吃。等我回来，再和你亲手熬的。我等你。废太子还活着，还带回了李松派人灭口的活口。废太子萧环觐见。环儿，儿臣萧环叩见父皇。这些年你受苦了。儿臣今日回京，不为救援，只为翻案，也为那些被贪墨赈灾粮害死的百姓讨一个公道。传三司即刻会审。小人奉相府密令，夜入西坡，欲灭太子殿下之口。相府暗卫供词，相府令牌皆可互证。赈灾粮账册记录相合。陛下，这是废太子挟私报复，他在民间多年，早已心怀怨恨。李松，你构陷我是朝堂之罪，你贪墨赈灾粮是百姓之命。周边村子断粮逃荒，坐在京城高堂，拿他们的救命粮铺你的全路。你胡说！赈灾粮账、青石县灾民名次、粮价记录3项互证，无一处能对上李相所奏。陛下，臣愿作证，当年军报是李相命人改过。你敢攀附本相？李松，你不是输给我，是输给这些被你当棋子的人命。李松，你还有何话说？臣等会审李松构陷太子，伪造军报，贪墨赈粮，证据确凿。革去李松官职，押入天牢，三司彻查党勇。当年太子通敌案彻底平反。今日起恢复你太子之位，入主东宫，即日监国理政。恭贺太子殿下！太子复位，朝局要变了。父皇，儿臣有本奏。你说。第一，儿臣请辞太子之位。太子刚刚复位，竟要辞位？皇儿储君之位岂能儿戏？儿臣不是儿戏，儿臣只是看见了另一条更该走的路。三皇帝仁厚贤明，体恤百姓，堪当储君。儿臣在民间这段时日，见过饥荒，也见过一口井、一条渠、一座工坊如何救活一个村子。儿臣从前以为天下在金銮殿上，如今才明白在百姓碗里。第二，儿臣自请封为治农王，常驻清溪县西坡。儿臣愿专管农桑水利、民生基建。儿臣奏请父皇，在全国推行西坡新农法，兴修水利，鼓励开荒，办义学，设医馆。你舍得东宫？儿臣有更想去的地方。准。封萧环为治农王，总领农桑水陆世行事务。清溪县西坡为放版，若成效显著，再推行天下。儿臣谢父皇隆恩。恒儿，京中贵女，你可有中意的？臣已有心悦之人。是哪家姑娘？把臣从鬼门关拉回来的人，此生非她不娶。那里才是我的归处。萧公子回来了！不对，是智农王回来了。族长，不必跪。殿下，在西坡还是叫我萧环就好了。婉婉，我回来了。欢迎回来。周还在吗？就知道你惦记这个，锅里温着。京城的事都处理好了，李松倒了，冤案平了。太子之位呢？辞了。你真不要？不要。那可是储君之位。父皇封我治农王，以后我留在西坡种地、建工坊、办义学。天天跟泥巴打交道，也不嫌委屈。在东宫，我才委屈。石板压稳，路修好了，货才能走远。孩子们白天帮家里干活，傍晚来识字，男孩女孩都能来。荒年里还能办医馆，江姑娘，你们这是在救命啊！能治小病，就能少拖成大病。人活着，地才有人种。火候稳住，今天这批要送府城。你又熬粥了，婉婉。当初你用1碗杂粮粥把我从死路上拉回来，我没有贵重聘礼，东宫我不要，权位我也不要，我只想守着这片土地，守着西坡，也守着你。江婉，你愿不愿意嫁给我？有点淡，不过我愿意。答应了，江姑娘答应了，真好，真好啊！婉婉，
以后粥还是我来熬。江婉，喜字剪好了，你看看行不行？你慢点儿，今日又不是你成亲，可这是你的大日子，以前我但能替你忙一点，我心里才踏实。王秀莲，人往前走就好。往前走。萧环啊，老头子从没想过能给智农王证婚。族长，今日没有智农王，只有西坡的新郎。好，好，西坡的新郎。及时。看什么？看我的命，你救回来的这条命，从今往后归你。这么多人看着呢。吉时到，一拜天地，二拜田土，夫妻对拜，李成圣旨到，智农王萧环接旨，智农王萧环接旨。北境三府大旱3月，赤地千里，流民百万，三皇子监国不稳，着令即刻回京议事，不得延误。王爷和江小姐要是走了，西坡的好日子是不是就到头了？我跟你一起去。北京乱得很，又寒又苦。治水是我的本行，你管朝堂协调，我管攻城落地，我们搭档惯了。再说，北境百万流民，总不能看着他们挨饿。西坡这边有万山叔和秀莲盯着，工坊梯田都上了正轨，出不了岔子，他们能守好。好，我们一起去。路上垫垫肚子，别嫌粗。姑娘，这袋面带着，北边路远。姑娘，王爷，你们放心去，家里有我们守着，一定把西坡看好。江婉注意安全，我把工房盯得死死的，等你们回来。我都记下了，你们也好好守着西坡，等我们回来。西坡是起点，不是终点。比我们预想的还严重。别急，到了地方先勘察，有我在，没人能拦着你做事。陛下，臣以为当务之急是开仓放粮，赈济流民，再征调民夫修缮旧渠，缓解旱城。旧渠早就淤塞荒废了，修了也没用。依臣看，还是该求雨祭祀，安抚民心。上天垂怜，自会降雨。环儿，你在清源县治水有功，把一片荒村变成了富裕村。你说说，北境这旱情该怎么治？回父皇，儿臣以为针剂治标，治水治本。北境旱情根源在于水利荒废，无蓄水之库，无灌溉之渠，全靠天吃饭。要根治，必须修骨干水库，建分级灌渠，推广耐旱良种，建长平储适粮。此4者并举，方为北境长治久安之策。荒唐！智农王殿下怕是在乡野待久了，不知天高地厚。修水库、开灌渠耗资巨大，动用民夫数万，岂是说修就能修的？何况北京地质复杂，万一溃坝，谁担得起责任？区区村野梯田之法，也敢用到3府之地？侍郎大人说行不通，是您懂水利，还是我懂？你一个区区9品主事，也敢在金銮殿上大放厥词？妇人之见，也配谈水利？配不配，不是看官职，是看真本事。陛下，臣已有完整的北境治水方案。北境有山涧、暗河3条，可选址修建3座骨干水库，蓄水量足以灌溉3府良田，再修7级分级灌渠，自流灌溉，不用人力车水。同时推广耐旱红薯、玉米2种，另外配套修建13座长粮仓，平抑粮价。这土方量你是怎么算出来的？断面法计算，结合地形风度矫正，误差不会超过半成。好，就按这个方案来。萧恒，朕命你为北境治水钦差，总管一切事务。朕升你为司农原两物料，户部、金令、民部全力配合。谁敢推诿懈怠，严惩不贷。儿臣遵旨。臣遵旨。智农王身边这位夫人真懂水利。听说了吗？
智农王夫人今日在金銮殿上凭真本事驳倒满朝老臣，懂水利会种田，本事大得很。想在我的地盘上搞事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几分本事。下官周培公恭迎钦差大人、司农大人，二位一路辛苦，下官已在府中备下接风宴，为二位洗尘。周大人，接风宴就不必了。旱情紧急，我们先去府衙把明府主水利旧账对接清楚，明日就去现场勘察地形。大人一路劳顿，何必急于这一时？再说了，修水利是大事，总得慢慢商议，从长计议嘛。旱情不等人，流民不等人。周大人要是忙，我们自己去府衙调档也行。大人说的是下官考虑不周。这边请，府衙这边请。大人，您看这几年旱情严重，府里银钱紧张，物料也不多，民夫也不好征，百姓们都忙着逃荒，没人愿意留下来干活啊。既然府里困难，那我们就自己想办法。大人英明，这修水利本来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，依下官看，不如先修一小段旧渠应付一下，等朝廷再多拨点银子，咱们再打。不必，民夫的事我们自己招，我们自己筹，旧当没用，我们自己重新测。周大人只要管好府衙，别添乱就行。周培公故意刁难，要不要我用钦差权限压他？暂时不用，他以为卡着人和物料就能难住我，太天真了。北境这么多流民，我们贴告示招流民做工，管饭还给工，不愁没人干。石料，河阳府周边有山，石料可以就地开采，黄土遍地，烧砖也方便。我们自己开料厂，比从官府手里拿划算得多。都听你的，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。妈，他招了3000多人，用什么养？他哪来的粮食？回大人，他用钦差印制，先从附近的长安康借了一批粮，说等朝廷拨款下来就还，还自己开了采石场，烧了砖窑，物料都自己造了。大人，我们怎么办？要不要再给他们找点麻烦？急什么？修水库可不是挖个土坑那么简单，错了可是要出人命的。他不是能耐吗？我倒要看看他选的坝底能不能经得住考验。就定在这里了，明天开始清基备料，正式动工。老爷，水库真动工了，流民都去干活了。水库要是修成了，百姓有水有粮，谁还买我的高价粮？走，找我姐夫去。这女人断我们财路，不能让她修下去。姐夫，就这么让她修下去，等水库修好了，我们的粮还怎么卖？慌什么？她想修也得修得成才行。百姓怕什么就从什么地方下手，就说她动了龙脉，得罪龙王，20年前溃坝还会重演。姐夫高明，我这就去办。听说了吗？那女官选的坝址动了龙脉，山里的龙王发怒了，才一直不下雨。20年前就在这修过河堤，结果溃坝淹死了好多人，还说招辽民干活。不许修，不许动龙脉，赶走妖女，别让她害了我们！大家静一静，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说，但打砸个工地是违反王法的，真闹起来，吃亏的是你们自己。你修水库动了龙脉，龙王不下雨，还会发大水冲村子。龙脉，龙王？那我问大家，20年前溃坝真的是因为龙王吗？20年前的旧堤修在了河道拐弯的地方，正对着水流冲击的方向，这不是龙王发怒，是修堤的人不懂技术，偷工减料。你胡说，就是龙王发怒。是不是胡说？我们可以验证。
我们现在选的坝址在两山之间的窄口，水冲不垮，还能把水存起来。那你招这么多流民，就是想拿人祭龙王，不然凭什么给饭吃？给饭吃是因为大家干活了，3000多民夫每天干多少活都记在账上。我江晚做事光明磊落，用不着靠祭鬼神骗人。别听他胡说，再修就砸了工地。钦差在此，何人敢聚众闹事，扰乱治水工程？张先生，本官看你眼熟得很，煽动百姓，造谣失事，破坏朝廷工程，你可知罪？来人，把带头闹事的人拿下，带回府衙审问。修水库是朝廷旨意，是为了让大家过上好日子。愿意帮忙干活的留下，不愿意的都给老子滚远点。这水库不是为我修的，是为你们的田、你们的家修的。女大人，我也想报名干活。大人，张香芬和几个地痞都被钦差拿了，村民也散了。好得很，软的不行就来硬的，我就不信他的工程能一点岔子都不出。坝体砌实必须压缝咬合，底倾到硬岩层，不能留虚土。水利工程是100年大计，质量出一点问题，都是人命关天。大人，您怎么了？没事，这本卷宗我带走了，回去仔细看看。怎么了？这是岳父大人当年的案子。是，当年的监工就是周培公，河堤溃坝，是他偷工减料贪了钱，最后把锅甩给了我爹。别难过，这笔账我们慢慢算。他欠江家的，我们一笔一笔讨回来。可是证据不足，这本卷宗是他做的假账，不能直接当证据。当年的人证物证估计都被他销毁了。他做过的事，不可能一点痕迹都不留。暗中寻访当年的老工匠、知青老人，还有周培公当年的账房先生。不过现在，我们先以工程为重。周培公肯定知道我发现了旧档，他一定会狗急跳墙，在工程上动手脚。放心，我已经安排人盯着工地和府衙了。大人，江晚今日取走了永乐12年河堤工程卷宗，她是江文远的女儿。不行，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在他找到证据之前把工程搞砸。这批石料先别入坝，这是风化软石，不能用来筑坝。水一冲，用不了多久就会碎。这批石料全部废弃，采石场立刻停工彻查。是府里的人给了钱，让我们把好石换出去，把软石混进工地。采石场管事撤换，以后每批石料出厂验一次，入厂验一次，入坝前再验一次。这段渠底坡度谁改的？撤了他的职，所有工段立刻重新核验坡度。大人，坡度的事儿也被他发现了，管事被撤，所有工段都重测了。大人，硬来不行，我们要不要再等等？等大坝合轮的时候，有的是机会，到时候我让他功亏一篑。父亲的沉冤，我一定要昭雪。江大人，不好了，南段灌区塌了，还砸死了2个人。封锁南段现场，任何人不得离开。怎么回事？我们也不知道啊，好好的渠塌，忽然就塌了。这2个人正在底下清土，没躲开就被埋了。
这不是意外塌方，是偷工减料导致的人为事故。这段是谁负责夯土的？是王二柱他们几个。江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本官早就说过，工程不能赶进度，要稳要慢。你非要赶工期，现在好了，渠塌了，还死了人，这要是传出去，百姓们怎么看朝廷？怎么看待治水工程？周大人，话不能乱说，塌方的原因跟赶工期没关系，我定的工期是合理测算过的，不需要抢进度。除了偷工减料的事儿，就是你管理必须担。责任我自然会担，但不是现在。负责夯土的王二柱跑了，只要把人抓回来，是谁使的，自然一清二楚。人都跑了，谁知道是不是你故意放跑的？想找人顶罪？事故原因尚未查明，周大人就急着定罪，未免太心急了。钦差大人，下官也是为了工程着想，不必多说。从今日起，工地暂时停工整顿，彻查事故原因。死者家属按公王标准双倍抚恤，逃犯王二柱立刻发海捕文书，全程搜捕。本签亲自督办此案，谁要是敢做手脚，隐瞒真相，严惩不贷。别担心，人我已经派人去追了，王二柱跑不远。是我少夯了3层土，想早点干完，多赚点钱。谁给你的银子？是府里的周管家找的我，给了我10两银子，让我故意少夯几层土，把渠堤弄塌。他这是栽赃嫁祸，想把事故的锅扣在我头上，想停了工程，不让我继续查当年的旧案。王二柱的供词只能指证周管家，暂时还动不了周培公。没关系，塌方的渠段3天就能修复，他想拖进度，我偏要更快。至于周培公，我们慢慢算总账。这段重新夯8层，每一层验收合格，才能夯下一层。是。大人，王二柱被抓了，还供出了周管家。周管家私收贿赂，坏我府衙名声，本官毫不知情。最关键的时刻就要来了，周培公绝不会善罢甘休，合龙之日，他肯定还有后手。合龙！不好了，龙王发怒了，水要冲过来了！大家别慌，不是龙王发怒，是有人故意捣乱。各占组按原正计划来，石料跟上，把闹事的人拿下。左侧补碎石，右侧大石跟上。只剩最后半丈，大石龙放！合龙了，成功了，成了！大坝修成了，我们有救了，以后再也不怕旱了。婉婉，你终于做到了。周大人，钦差大人有请。开闸放水。有水了，真的有水了！今年的麦子能种上了。江大人，这是北境百姓的一点心意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你们日夜苦干，是大家一起撑下来的结果。周培公贪墨渎职，构陷忠良，罪证确凿，判斩立决，家产超没充公。当年参与构陷者，一律严惩，恢复官衔名誉，追封工部侍郎。
陈江婉，谢陛下还江家清白。爹，您的冤屈，女儿给你洗清了。您当年没修成的水利，女儿替您修成了。旱情缓了，可这不是终点。粮仓还没建，粮价还没平，还有更多事等着我们做。大人，几家粮铺都说断货，可暗藏夜里还在进粮。这帮奸商，他们简直是发国难财。要不要我派人去抄了他们的粮仓？暂时不用，我们手里没有囤粮实据，贸然去抄容易落人口实。就算抄了这几家，还会有别的粮商冒出来，治标不本。建长平仓，官方储粮平价放粮，直接把粮价打下来，粮商手里的粮卖不出去，自然就慌了。可我们手里没那么多粮。赈灾粮还在路上，远水解不了近渴。我有办法，先放消息，就说朝廷100万担赈灾粮马上就到，半个月内开仓放粮，同时派人去青州、兖州、瀛州暗中收粮，走水路运回河阳。另外推广红薯种植，产量高，易储存，能顶半年的口粮。好，都听你的，你出主意，我来落实。别听他们瞎说，朝廷哪来那么多粮？我看就是吓唬我们的。继续囤，粮价还得涨。15文一斗，比市面便宜1半。吹牛！我倒要看看他从哪儿变出这么多粮食。真的15文，我们能吃上饭了。老爷，仓里堆得满满的，一眼望不到头。怎么可能？他从哪儿弄来这么多粮？官府的粮这么便宜，没人买我们的了。要不我们也降价卖吧，少赚点总比砸手里强。再等等，说不定他们粮不多了，撑不了几天。22文，老爷，别家已经降到18文了，再不卖就没人要了。18文、16、15文一斗。张老板，再不降价，粮都要烂在仓里了。卖14文一斗，全都卖。丰年收粮，荒年放粮，粮价过高就平价出仓，粮价过低就适量收储。不能让江晚再查下去了，再查，迟早查到我们头上。启禀陛下，北境水库合龙，灌渠通水，旱情已解。萧桓与江晚治北境有大功，当赏。治农王萧恒北境治水有功，赐10亿3千户，总管北方5省农事。江晚晋封司农郎中，赐治水能手金牌，可随时入宫奏事，特许其参与工部水利议事。奉天承运，陛下诏曰：恭喜夫人又升官了，再升下去就要超过我了。别贫，一个女子也要参与工部水路议事。不行，不能让他再这么下去了。他再翻旧案，我们都没好日子过。大人，他现在胜券正浓，还有智农王护着，我们动不了他呀。动不了他，就给他找点事做。漕运年年损耗，谁沾谁倒霉，就让他去查。查不出来是他无能，查得下去就会得罪一堆人。大人高明。陛下，漕运粮耗年年增加，每年损耗高达30%，劳民伤财，不可不查。臣等附议。司农张忠、江晚精通粮务，做事细致严明，最适合查此事。此事或可交给他。
命司农纲中江宛即刻回京，清查漕运粮号事宜，工部、户部需全力配合。明显是冲着你来的。漕运盘根错节，牵扯工部、户部、地方州府还有曹帮，查下去得罪人，查不出来担责任，这是个烫手山芋。我知道这是有人故意把我推出去，想让我栽跟头。可烫手山芋也不是不能接，粮号3成，这里面得有多少贪墨，多少民脂民膏？要是能查清楚，每年能省下多少银子，能多救多少百姓？你想去？想。基建不光是修水库、开灌渠，漕运也是水利基建的一部分。好，那我们就回京。你查漕运，我给你撑腰。天塌下来，由我扛着。再深的浑水，我也敢趟一趟。